佢就係玩復古，係就同其他豐田啊、萬事德啊佢哋咧創新啊或者 future 嘅嘢咧，係啊，又係唔一樣。相反嘅。批卡嘅出現咧，同 March 嘅換代係有關係嘅。咁點解 March 換代要諗咁多古靈精怪嘢咧？就係有一個對手令到佢哋要重新諗過 March 應該點做。佢係一部90年代設計出嚟去懷緬50、60年代嘅車，係啊，但係30年又過去咗啦。而家調翻轉頭，就佢都變成一部被人懷念嘅古董車。喂，文啊，我哋係文，唔係仲係咪文青？我哋文老啦，而家仲清，喂你變咗墨綠色㗎，仲青色。喂，但係呢架車出嘅時候，我諗你一定有留意嘅。當然，我當然未入行啦，因為佢成個系列係80年代中出嘅，叫 Pike Car 啊嘛。係啦，其實係證明咗日本係嗰個 bubble 差唔多係最漲嘅時候。冇錯。錢最多，係啦，好多夢想啊！係啊，即係人人都唔係鹹魚。我哋試過嗰個 Sarah 啦，係啊係啊係啊，試過萬事得121啦。嗰個年代日本人係最富貴，身體某個地方最痕嘅時候咧，但係喺技術上都又未有咩突破，於是乎咧就玩到冇嘢玩，就玩啲咁嘅花神。雖然係花神嘢，但係佢係真係留咗一個地位喎喺汽車歷史啊。當然呢架車嘅形制咧，你好似將佢斬件去。啊！呢忽係似乜嘢？呢忽係似乜嘢？網上邊仲有張圖咧，仲有拆到去5分絲，又有5、6個牌子都係似嘅。咁但係真係組合埋喺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之間呢10年裏邊，佢係真係令人耳目一新嘅喎。係啊！你唔覺得見到譬如呢架拋啦，拋即係蒙古包嘅意思啦，你自然會笑嘅喎。呢個就係叻嘅地方。係啦，其實佢由即係第一部係 B1 啦，B1 出嚟咧，大家都已經好開心喎。你知道我買 B13係1990年嘅事。係啊。所以嗰陣時前後幾年係好注意啲新車市場啊，日產呢一系列嘅車咧，間接都會令到我買 B13其中一個原因嚟。因為佢真係好靚喎，仲係好有 feel。當然啦，唔係每一個人都有本事話望下架車就知道佢來龍去脈，邊一忽係抄邊架嘅。咁啊，基本上都係英法聯軍咁上下啦，偷少少意大利嘢、德國嘢咁上下啦。日產咧玩呢啲咁樣嘅外形花神咧，佢就係玩復古，就同其他豐田啊、萬事德啊佢哋咧創新啊或者 future 嘅嘢咧，係啊，又係唔一樣。相反，其實咧玩復古咧，其實都有啲道行先玩得嘅，即唔係人抄你又抄。喂，你要知道人哋個古仔喺邊度，人哋個精髓喺邊度，炒埋一碟嘅時候咧係要和諧嘅，突壓嘅，其實都幾考功夫嘅。其實咧呢架車嘅設計咧，即係最突出嘅一樣嘢啦。其實成個 Pike Series 都係咁噶啦。關於呢架車或者呢個系列嘅設計咧，我哋又聽下古仔啊！當其時其實係發生過啲咩事？所謂嘅批卡係日產喺80年代中嘅幾部設計復古嘅車仔，聽個名就知道車廠幾想呢幾部車走喺時代嘅尖端。批卡嘅設計理念係出自日本著名產品設計師坂井直樹之手。佢最著名嘅設計係呢款 Olympus 嘅35mm 相機。坂井直樹喺一個訪問中講過，佢覺得當時嘅汽車設計咧總係向前，永遠諗點樣前衛啲，同佢做開嘅時裝設計好唔同。有時候係復古，有時候係前衛，有時候係兩者兼得。佢提出嘅 Pike Car 諗法就係玩復古，好似拋呢部車，佢話參考咗 Banana Republic 嘅 Safari 服裝設計，令拋睇起上嚟有啲功能性，有冒險嘅感覺，仲有好強嘅復古味道。拋喺1989年1月推出，據聞短短3個月就收到超過5萬張訂單。而整個 Pike Car 由1987年嘅第一款 B1 開始，到後來嘅拋 S-Cargo， 到92年嘅 Figaro， 以及94年嘅 Racine， 呢個系列似乎就已經無以為繼啦。拋令人一見就會想笑嘅，仲有想笑嘅就係 S-Cargo。係啊，好唔真實嘅喎。即係你覺得佢
好似喺漫畫裏邊先。係啦，你講起漫畫，頭先你揸住呢部車咧，我老遠望住你咧，我覺得你似千平博士啊！你着翻件白袍咧，係好漫畫啊！真係呢架已經冇漫畫，架 Escargot 仲漫畫。咁又去到 Figaro， 簡直好似人見人愛添喎，玩到。Figaro 就真係非常之靚。即係你諗下，一步一步咁樣提升嗰個設計嘅層次。雖然成個 Pi Series 嘅生產年期真係好短，但係起碼香港人啦、日本人係會記得晒呢啲車咯。連啲外國人都話：哇！呢架咩車嚟㗎？都有啲人專登引入翻去美國啊啲嚟揸。講翻日產佢哋玩呢個 Retro 係啊咁精咧，其實係成間公司都要有呢個氛圍，即係個老闆都唔古板咧，先至可以俾啲伙計做呢啲嘢出嚟。都係。咁啊，講開日產咧，我發覺日產有一個好得意係，基本上冇乜日本車有嘅。就係佢哋咧喺個車名裏邊咧係玩食字喎。呢個真係睇勻晒，真係日產先有嗱。我舉個例啊，由批卡開始啊，30年前嘅故仔啦，係咪啊？係。個 Escargot 其實咧就即係法國蝸牛 Escargot 嗰個音變出嚟㗎嘛。佢個樣啊真係似個法國蝸牛喎，真係似喎。喂，仲有一個啊，嚟過香港有得賣添啊！食字食到好過癮嘅，就係咧嗰個電動車 Ariya 嗰個4驅版咧，佢叫做 E-Force， 但係嗰個 F 字咧佢就整個4字喺度，即係呢個 Force 嘅發音係由個 4度走出嚟嘅。所以日產竟然懂得我哋港產片食字嘅精妙所在嘅，就係成間公司都有呢個底主義啊，年頭呢個氛圍。講翻呢部 engine 咧，其實就係一部好低性能嘅 engine 啦，一系列嘅批卡其實都係由呢個 March 個底盤 engine 變出嚟。咁 March 本身係一架好平、好入門啊，係啦，好入門嘅代步仔嚟嘅啫。engine 係冇咩 performance 所言，所以佢呢一部咧 MA10S 機器1000cc 仲係用化油器咁，其實喺技術上高咧就真係冇乜嘢。唯一真係要挖啲特色嘢嚟講咧，就係佢係用一個半球形嘅燃燒室，最大優點就係個火嘴喺中間嘅時候咧，佢離開四面八方都係咁均勻嘅距離啊嘛，所以一點火咧，火同時間可以去到周圍咧，因此咧佢嗰個效率高啲，但係佢嗰個直徑咧得68嘅啫，係咁啊好細啊，相對我哋而家嗰啲咧冚唪唥都係8字頭以上啊嘛，係啊，咁啊68 mm 咧，只一陣間咧啲火就去到燒完㗎啦，燒曬啦，係啦，咁因此咧佢個特色就係個原裝設定個點火時間咧係 after TDC 嘅，同大部分嘅車係唔一樣。大部分嘅車係 TDC 之前可能幾度就要點啊，因為你預咗時間上嚟啊嘛。係啊，佢係唔需要嘅，佢係上到頂嘅時候咧，先至點火。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，就係佢原裝嘅設定係慢，咁架車久而久之各樣嘢咧又老化咗啦。我哋頭先揸呢個車覺得佢個點火時間咧係慢得滯，慢到有少少唔係好爽快。係，所以我哋輕輕調翻快啲咁多，咁啊調呢架車嘅火係最穩陣㗎啦。你點調咧都唔會過龍。但係如果佢本身標準已經係怠速之前嘅10度8度咧，你調就好驚啊！調快咗咧就死啊！係啊，可能會整壞部機器。係，好啦，我又俾你試下做 IQ 博士。好啊。但係咁喎，頭先你講佢係遲少少先點火咧，咁我轉速高啲，佢咪好爽咯？係啊，你講得啱啊！佢為咗驚佢慢速嘅時候行唔晒咧，就提前啲嚟點火。結果因為你慢車成咁快咧，再上高轉嘅時候就受到限制。嗱，而家高轉啦，雖然冇轉速標。OK， 開行咗幾好啊！開行咗你揸快啲真係OK 喎，1000cc 偷幾下匹嘢，係跟得上交通就好。係啦，呢架車真係啲嘢真係好靚，我覺得個籠好似舊式電器咁嗰啲嘢，仲有個尾雞翼窗係打橫嘅。你都講過啦，因為個玻璃屏啊嘛。係啊，同埋佢呢個擺到明係抄Citroen 啦 ECV 嘅，係啦。咁仲有呢個收音機可以掹出嚟，但係我具體唔知點用 outdoor 啦。單係個收音機本身獨立就係一個好嘅工業設計，所以亦都同呢一位設計嘅概念嘅先生係好有關係。佢係做開工業設計同 fashion design 嘅。如果你真係計一架車嚟講，日產都好抌本去做呢架嘢，始終個量少啊。成架車係舒服嘅。唔係啲 handling 嘢嚟嘅，即係純粹一種
懷舊感嘅現代車，唔係懷舊車啲咁難搞嘅。當年嘅現代車係啊，不過80年代嘅日本車都唔會特別難搞噶啦，已經。我哋都試過一啲嘅80年代嘅日本車。起碼都有風油軚啦。咁個 brake 又有大力鼓啦，係咪啊？仲有5前觸波箱啦，都叫正正經經㗎。最俾佢吸引就係佢嘅顏色，非常之60年代嘅顏色。當年喺香港咧街頭咧，你見到嗰啲 Minor 啊、甲蟲啊，好多都用呢隻色嘅。係，都幾刻意揀呢啲顏色，我覺得佢。但係我頭先見你係咁喺度裝個車底喎，車尾嘅。係啦，因為我想知道佢嗰個後懸掛係點樣。嗱，簡單嘅佈局就係頭麥花臣啦。係啊，4連桿後懸掛啦。係啊，佢個所謂4連桿其實係一個非獨立硬擔嘅4連桿，即係要硬擔嘅問題就係佢唔係拖順邊啦，即係佢揾呢4條連桿去拉住個硬擔咯。咁我哋知道你硬擔，你就要前後用俾佢喐啊，左右用俾佢喐啊，所以盡量希望佢淨係上下啦。所以咧，你嗰4條連桿咧就有2條係縱向啦，另外有2條咧就斜斜地嘅。咁斜斜地嘅功能咧就係幫手拉住前後啦，又幫手頂住左右，係啊。咁個設計都幾得意。其實佢嘅車身，大家都知道佢係模仿啲50、60年代嘅經典歐洲車啦。但係佢模仿得嚟咧，都係有啲譜嘅，即係唔係話漫無目的咁樣。我頭先講啦，個可以開一半嘅玻璃啦，個車頭嘅樣啊似 Renault 4啦，車尾嗰個斜度咧其實有啲似 PT Cruiser， 亦都即係似 2CV 啦。咁頭先車主問我咧，佢話佢見到車身有啲坑，即係好似啲油桶嗰啲坑。係啦，佢話呢個其實係咩原因咧？呢啲咁樣嘅坑咧，其實係好耐之前嗰陣時嗰啲車身有嘅，夾硬摘啲骨出嚟等佢硬淨啲啊嘛。尤其是30、40年代，好多車門啊、車身啊，根本上咧就冇裏邊嘅骨嘅，淨係得塊皮做晒所有硬度啦。所以佢一定要整啲骨出嚟。咁所以你見到最出名有架福士嘅軍車都係呢啲咁樣坑。係啊，係啊。所以佢唔係模仿佢樣咁簡單，而係模仿嗰啲功能性嘅嘢。即係譬如佢門鉸又喺出邊啦。係啊。咁我哋見到古老嘅 Mini 啊，或者後來嗰啲軍車啊，咁冚唪唥都係喺外邊。係。如果你個結構係好簡單，你做車門冇好似今時今日裏邊咁多 frame 嘅，咁你個鉸你真係只可以裝喺外邊。裝喺裏邊嘅話都唔知裝喺邊度好，因為佢得塊鐵皮啊嘛。點解咁講？呢啲功能上嘅嘢咧，以前因為技術上限制，令到當時嘅車係咁樣做。係。咁大家睇下咧，就覺得咁樣嘅結構就係嗰陣時嘅車，咁就照裝翻落去，咁啊令到你好多回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對汽車工藝啊、歷史啊、文化係有興趣嘅話，你進一步咁樣去深入去鑽研咧，你就得到另一番嘅樂趣。不過講到佢嘅車身咧，係幾奇怪，因為佢好多都係當然係金屬啦，但係頭冚啊同兩側沙板都係啲纖維嚟嘅。咁當然咁樣係造就咗佢得700頭嘅公斤嘅重量啦。大家知我頭先打個頭冚咧，見到有塊咁厚嘅隔熱物料喺度啦。Full frame 啊，因為佢嘅頭冚啊，即係可能唔受得熱得滯。係啊，用呢啲咁樣嘅塑料做咧，佢唔需要抌好多成本去做套帽啊。係。因為佢真係做1、2萬架啫，開模具做嘅話咧，實蝕本嘅。呢架咧有講就 target 廠係想總共係5萬部嘅賣，咁但係有啲講法就話最終賣唔到5萬部嘅，就賣咗3萬幾部。唔同後期嘅 Figaro 就 Figaro 再多少少嘅賣得。不過有一個講法我亦都冇辦法證實嘅，就係所謂嘅批卡咧，就有一個叫批 battery 啊，唔係喺日產嘅主生產線度做，係搬咗俾人做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早前出咗好大事嗰間，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康住利達出咗好大事嗰間。呢啲咁嘅主色會社咧，亦都係手咁幫佢做嘅，好老實。我諗主要係做車身嗰部分啦，底盤都係應該係廠做起晒，然後交俾佢哋嘅。所以你睇得出其實點解好似呢架只係生產咗3年，所有批卡壽命都唔係咁長嘅。因為呢啲咁搶眼嘅嘢咧，可能都係一段短時間。係。過咗之後咧，咁就無以為繼㗎啦。批卡嘅出現咧，同 March 嘅換代係有關係嘅。咁點解 March 換代要諗咁多古靈精怪嘢咧？就係有一個對手令到佢哋要重新諗過 March 應該點做。邊個啊？就係 Honda 嘅 Jazz，就係連埋一個 Motor Combo 嘅咧，就係我嗰架啦。你講得啱啊 ！Honda 係走前衞，佢用另外一種嘅汽車語言去做一架你估都估唔到嘅未來之車。咁日產就唔係啦，咁我不如玩懷舊啊！同埋呢啲咁 niche 嘅嘢咧，一定要係一個好富貴嘅，係啊，經濟環境好好嘅情況之下先至係啊，咁多人買。咁大家知道啦，90年代初開始咧，日本經濟已經係走到盡頭啦。
係啊，咁一路就江河日下。係啊，於是乎呢啲咁樣嘅嘢咧，就好似突然之間市場上消失咗咁樣。係啊，其實你計得到嘅，去到 Supra 出現啊 ，NSX 出現啊，其實個波就爆嘅。所以最終呢啲車真係冇再繼續落去。但係點都好啦，即係叫留低咗一個有趣嘅歷史咯。好得意㗎！你諗下，佢係一部90年代設計出嚟，去懷念55、60年代嘅車。係啊，但係30年又過去咗啦。而家調翻轉頭，就佢都變成一部被人懷念嘅電動車。好似90年代咧有一部電視劇啊，叫咩《新蘭英蘭弟》，即係講扮嗰啲人扮謝賢啊、陳寶珠嗰啲。係。你再睇翻呢部電視劇咧，呢部電視劇本身都變咗做經典啦。係啦，變咗舊片啦已經。不過我覺得咧，批卡即係無論係呢個 Pal 啦、Escargot 啦、Figaro 啦。係真係好夾日本嗰個年代嘅文化氣氛，即係諗下風之谷喺80年代出現嘅，天空之城又係大約80年代尾到啦。嗰啲咁嘅動畫風格都係懷舊嘢嚟㗎，啲主角揸住個槍都係舊嘅槍嚟嘅，我啲飛機嘅設計又係舊嘅設計嚟嘅，所以嗰陣時就係好興呢一種歐洲嘅50、60年代嘅設計風格，就影響到日本好深遠。歐洲人設計真係確係靚，你睇下嗰啲商場好中意放假嗰啲 Vespa 樣仔喺度做裝飾嘅，係，因為佢本身就代表一件好靚嘅藝術品一樣咁樣嘅設計，即係唔需要其他，就算冇拉更我哋賣鞋啊、賣衫啊，咁都整個 Vespa 樣仔喺度，你冇理佢就係靚。我諗呢架或者係 Pi Series 好多其他幾款車，都會係喺日本嘅人心中咧，就好似衛視綿羊仔嗰種咁嘅重要性嘅。即係你見好多電視劇係有佢出現啦，哥斯拉又有佢出現啦。港產片都有呢部車出現啦，即係一定係極識揀 Pops 揀道具嘅人，啱我出戲懷舊嘅或者有 style 嘅，就要揸呢啲車㗎啦。大家不如留言講下邊出戲係出現過Pal啊？都有幾出㗎？有幾出，我哋唔透露啦。啊，你估到第一出，估唔到第二出咧？仲有冇第三出咧？關於呢部Pal咧，我哋就好少講啲機械嘢啦。因為呢個係一個文化嘅符號嚟嘅，經濟最頂尖嘅時候，大家都識發夢，大家都可以花得起錢去買好多唔同嘅 style 嘅時候，一個產品嚟嘅。亦都係一個過程啦。咁我哋叫做體驗過啦。到今日我都仲係覺得係靚嘅。咁我哋今日試Pal就到此為止啦。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 ，comment like and share， 仲有 Facebook IG 會員啦，係啦，我哋多謝我哋參加咗我哋嘅會員先。咁有興趣都可以加入嘅，咁可以留言講下，仲有冇啲你覺得設計好靚嘅日本車，到今日你望到都流口水嘅，但係未必敢買，但係一定流口水嘅車，好唔好？留言傾下偈啊 ，OK，好，拜拜。